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34岁演少女无违和感，谭松韵凭什么让全年龄层观众上头？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圈，谭松韵的存在仿佛一股清流。她既不是热搜常客，也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通稿，但每当她的新剧上线，总能掀起一波追剧热潮。从最好的我们到锦衣之下，再到以家人之名，这个长相甜美的女演员，凭什么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心甘情愿入坑？今天就让我们揭秘谭松韵的圈粉密码。1. 娃娃脸背后的演技革命，打破少女感天花板。提到谭松韵，最先被记住的一定是那张极具辨识度的娃娃脸，圆溜溜的大眼睛，饱满的苹果肌，笑起来仿佛能融化所有烦恼。但让人惊喜的是，这张脸并没有成为她的局限。在最好的我们里，26岁的她将高中生耿耿的青涩与倔强演绎得淋漓尽致，课堂偷吃零食的俏皮，考试失利时的崩溃，每个细节都像从真实校园生活中截取的片段。更绝的是，在蜀锦人家中，34岁的她饰演17岁少女，依然毫无违和感。这背后靠的不是冻龄颜值，而是对角色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打磨。她的哭戏更是被观众称为教科书级别。李尖尖得知父亲重伤时的无声颤抖，袁今夏验尸时的隐忍泪水，每一滴泪都精准戳中观众的心巴。正如网友所说，谭松韵的演技能让屏幕外的我们跟着角色一起呼吸。2. 角色百变，每个都戳心，观众在剧中照见自己。谭松韵的选角雷达堪称一绝，她总能在剧本中挑出那些有生命力的角色，并通过细腻的表演赋予他们灵魂。锦衣之下里，她是市井小捕快袁今夏，蹲在路边啃包子时的烟火气，查案时展露的机敏果敢，让观众直呼又美又飒。以家人之名中，她是木雕师李尖尖，从鬼马精灵到扛起家庭重担的成长线，让无数人看到了被生活重锤却依然向阳而生的自己。亲爱的麻阳街里，她是倔强追梦的马小小，用实力证明小镇女孩也能活出光芒。这些角色跨越年龄、职业与时代，但都拥有同一个特质：真实。谭松韵用演技为他们注入血肉，让观众在追剧时仿佛照见了不同阶段的自己。3. 真实不做作，观众缘的秘密，她把生活活成了治愈系。在镜头前，谭松韵是拼命三娘，为角色学木雕、练粤语，甚至曾在零下10几度的冰湖里反复拍摄落水戏。但在镜头后，她活得像个邻家女孩，微博里晒着亲手做的蛋糕，分享旅行中的风景，偶尔蹦出几句接地气的碎碎念。这种反差萌让她圈粉无数。更重要的是，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母亲车祸离世后，她将赔偿金全部捐出，并在采访中哽咽着说：“希望天下没有这样的伤痛。”这份真实与善良，让观众看到了明星光环下的人味，也让她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4. 全年龄层通吃的秘诀，击中大众的情感共鸣点。从少女到妈妈，为什么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喜欢她？答案藏在她的作品中。青春剧里，她是观众怀念的白月光，用纯粹美好的爱情治愈现实中的遗憾。家庭剧中，她展现的亲情羁绊，让漂泊的年轻人找到归属感。职场剧中，她的逆袭故事又为迷茫的打工人注入力量。正如一位妈妈粉所说，看谭松韵的剧，就像在浮躁的生活里找到了避风港。她的存在满足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填补了娱乐圈真诚演员的稀缺。5. 数据不会说谎，谭松韵的抗剧体质是如何炼成的？翻开谭松韵的作品成绩单，锦衣之下播出期间热搜霸榜，
播放量突破50亿，以家人之名豆瓣评分7.9，成为年度现象级剧集。你比星光美丽首播收视率破0.6，创湖南卫视开年新高。这些数据背后，是观众用遥控器投出的信任票。他或许不是流量明星，但用一部部口碑之作证明，好演员才是剧集真正的定海神针。结语：他凭什么让观众上头？因为他是人间清醒谭松韵。在颜值焦虑横行的时代，谭松韵用实力证明，演技与真诚永远比滤镜更重要。他就像一块温润的玉石，在浮躁的娱乐圈中打磨出独特的光芒。当观众在追剧时为他心动，追的不仅是角色，更是他传递的那份对生活永远炽热的热爱。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每次他的新剧上线，都会引发全网上头，因为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这样有灵魂的好演员。2. 刘亦菲37岁 vs 谭松韵34岁，崩溃系演绎差异，谁更打动人心？玫瑰的故事和蜀锦人家是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却在演绎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与古代非遗匠人文化坚守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共通点。刘亦菲和谭松韵的表演风格各具特色，他们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把控，将人物内心的波动与成长呈现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了观众。在玫瑰的故事中，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从一个青涩少女逐渐蜕变为坚强的单亲母亲。剧中4段感情线交织在一起，描绘了她的人生起伏：初恋庄国栋的热烈和遗憾，10年婚姻的破裂，灵魂伴侣傅家明的短暂相守。每一段关系都充满了深刻的情感冲突与反思。最终，黄一梅选择了平凡的归宿，传达出她经历了风雨后的平和与淡然。刘亦菲在这其中的表演层次感非常丰富，尤其是在离婚后独自吃泡面的那场戏，她通过连续吃下7碗泡面，直至反胃，展现了角色内心的崩溃与无助。此外，产后憔悴的医院守夜戏中，她那破旧的毛衣袖口与干裂的嘴唇比台词更能传达出深深的疲惫感，细腻的表演让观众无不感同身受。导演汪俊称赞刘亦菲美而不自知，剧中她主动请求素颜出镜，甚至故意减少护手霜的使用，表现出角色日常生活中的粗糙感。这种对角色的真实呈现，突破了刘亦菲过去的仙女形象，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敬业与诚意。每一套服装从牛仔外套到西装3件套的变化，也巧妙地反映了黄一梅从青涩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过程。与之相比，谭松韵在《蜀锦人家》中展现的是另一种坚韧。她饰演的季莺莺是唐朝蜀锦世家的女儿，她将川妹子的泼辣与柔软气质融合得恰到好处。在面对奸商的压价时，她毫不犹豫地关门放狗，显示出她的市井智慧。在染坊失火后，她跪在焦黑的织机前，抓起碎片贴胸。情感丰富的演技让观众感受到匠人对技艺的深深热爱与心疼。为了真实还原非遗技艺，剧组特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拍摄蜀锦从缫丝到织造的全过程，过花本的步骤就拍了整整3天。谭松韵还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唐代织锦的手势，尽管手指被丝线勒出血痕，她仍然坚持拍摄，不肯停下。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无疑为剧集增添了许多真实感。而剧中季莺莺给宠物狗起名锅盔，地泡菜坛子代替茶水的幽默设计，也让四川观众倍感亲切。地方特色的融入让这部古装剧显得格外有生活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谭松韵通过她清澈的眼神，将季莺莺从17岁少女的纯真到身负家族责任的坚韧变化的无懈可击。她在剧中的小动作修改织锦纹样时，摩挲食指上留下的茧痕，正是她向非遗传承人学习的职业习惯的体现。尽管玫瑰的故事和蜀锦人家的题材迥异，
但两部作品在细节刻画上的高度一致性却让他们在创作理念上有着共鸣。玫瑰的故事中的黄一梅徒由其时的即兴发挥，外放展现了成年人的情感崩溃，而蜀锦人家则通过季莺莺染布擦泪的细节，含蓄地传递了文化传承中的坚韧与不屈。刘亦菲的表演如暴雨倾盆，用肢体语言撕开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而谭松韵的演绎则像细雨浸润，通过微表情来传递文化的重量。剧组对文化的考据同样值得称赞。在蜀锦人家中，唐代蜀锦的纹样得到了完美还原，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甚至将馆藏织机搬到片场进行拍摄，非遗传承人全程指导，确保了每个细节的真实性。从染料调配的精确到丝线的每一道过花本，都展现了千年技艺的精妙。这种对非遗文化的尊重与严谨，使得观众在观看剧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创作者对文化传承的敬意。随着《玫瑰的故事》的开播，它立刻就创造了去年收视的高峰，单日话题阅读量破亿。而蜀锦人家也因其对非遗的真实呈现和情感的深刻挖掘，收获了全网零差评，成为四川省重大文艺扶持项目中唯一的古装剧。这些市场反馈证明了一个事实：观众并非抵触套路，而是对敷衍的创作态度深感失望。黄一梅在都市丛林中的4次情感选择，季莺莺在蜀锦记忆中的坚守，看似不同的故事，却在同一个主题下交汇。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证明，真正的成长始于对生活细节的敬畏，成于对自我信念的坚持。这两部剧正是通过细节的深度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角色，以及他们在复杂人生中的不断成长。